了。哪来的村姑？策灵大典是你这种人能来的？还带着鸡和狗，成何体统？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！哎，你这死鸡，别捉我，快把他拉开！吵什么？成何体统？行了，上来测吧，测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耽误时间。恶灵石碎成灰了，这石头能扛元婴期全力一击，怎么会被一个村姑磨碎？长老，俺就轻轻捞摸一小，这石头是不是过期了？长老，咱事先说好啊，这属于设备老化，是恁宗门的维护问题，可不能讹俺。肃静！测灵石乃是灵物，自有灵性。方才检测结果已出，此女毫无灵根，体内没有任何灵力波动。那长老，俺这算通过了不？念在你天生神力，暂定为杂役级资质，准许参加第2关考核。谢谢长老。第1关测灵结束，第2关生存试炼，这是低阶秘境，在里面生存3天，并尽可能多的获取兽核，生死自负。现在入场。这儿人贩子多，进去以后要是走散了，记得闻着味儿找俺，别被人骗去炖了。大黄，抓紧啦！这就是秘境。哎，这不是紫雪草吗？在老家，这草满山遍野都是，猪吃了长膘可快了。没想到这城里的秘境还有这好东西。大黄，看着点儿，别让别人抢了俺们的猪草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差不多了，这趟进城也不算亏，光是这筐野菜拿去集上，应该也能换几个铜板买烧饼吃。不错，这个穿白衣的小子剑法凌厉，是个苗子。啊，这是刚才那个杂役资质的村女。咱还得找个地方生火做饭呢，小红都饿得啄俺脚后跟了。完了，这女娃一点警惕性都没有，怕是要第一时间被淘汰出局。这是运气。这运气，未免也好得过头了。师兄！哟，这林子里伙食不错啊，还有野猪。快跑！那是2阶巅峰的铁皮猪，别靠近！小心！这猪长得挺壮实，就是毛太硬，回头得用开水多烫它。哎，这猪刚才没撞坏恁们吧？城里路滑，走路得看着点儿。这猪俺就带走了啊，俺看恁们也不像要吃的样子。走了，大黄，今晚有红烧肉吃。小红你也别睡了，帮忙盯着点儿，别让这猪半路醒了乱动。这块红色的区域画了个骷髅头，越危险的地方野味越肥。俺记得那个考官好像说过，这次考核有个啥最终 BOSS 是一头变异的火焰鸟。小红，你说那玩意儿要是抓回来，能跟你配个对不？走，去中心区看看。要是那鸟长得不顺眼，咱们就把它窝里的蛋掏了，做个西红柿炒棺材。果然是紫叶子，俺就说这城里人肯定也养猪，不然种这么多猪草干啥？大黄，看来咱们运气不错。刚才俺就瞅这头猪光吃泔水不够长膘，这下好了，腐蚀有着落了。这土有点板结了，得松松。回头得弄点草木灰撒进去，不然明年长不出来。咦，哪儿来的长猪？哎呀，小红，你这嘴也太快了，这蛇看着有点瘦啊，都没几两肉，估计也是来偷吃猪草嘞。大丰收啊！这地里的出产是真不错，这趟门票钱算是没白花。这就满了，早知道换个大点的筐了。不管了，先吃饭。他全拔了，那是紫云花啊，那是明年宗门炼丹任务的指标啊！师叔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去阻止他？阻止？怎么阻止？你没看见那条蛇是怎么没的吗？你去还是我去？他这
这是要干什么？生火？大黄，点火！哎，你想把鸡翅烧成灰吗？小火慢炖，懂不懂？把你那嗓子眼收一收。好香啊！看来这紫叶子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下次得多弄点。好了，开饭。作为监考官，我有权检查考生的作案工具。检查工具需要连骨头都嚼碎了吗？坐下，那是考官，咬死了要赔钱的。这位弟子，刚才本执事是在检验你的试炼成果。哦，检验结果咋样？熟了不？熟了。不是，这无彩锦鸡是本次试炼的压轴考题之一，按规矩你要把它带出秘境才算得分。现在鸡没了，进了考官肚子算不算带出秘境？毕竟你也得出去不是？算你通过，但检验过程不必向外人道也。那俺的分儿满分，这只鸡算你满分捕获。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晃悠，一会儿巡查长老来了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多谢指示。大黄，干活了。对了，执事，下次想吃鸡的给钱，俺这是小本生意。这哪里是招了个弟子，这分明是招了个土匪进村啊！这届试炼太难了，那铁皮猪简直是疯的，皮厚的连爆烟符都炸不开。别提了，我遇到一只喷毒的兔子，差点交代在那儿。楚师兄出来了！好，练气期就能毒杀疾风狼，此等战力，便是放在内门也是佼佼者。此次试炼魁首，怕是非楚师兄莫属了。阵法要炸！大黄，别偷懒，使劲往外蹬！起！这也太沉了，下次得带个板车进去。长老，焦卷，您看这些放哪儿？这里是宗门试炼，神圣庄严，你把这里当成菜市口了吗？俺在村里就是这么生存的呀，看见猪就抓，看见草就割。难道城里的规矩不一样？抓到了还得放回去？事先说好啊，这些是俺凭本事抓的，算是私产。要是宗门不收，俺就带回去自己养。行了，试炼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既然带出来了，就算成绩。二阶铁皮猪，等等，这猪怎么还怀着崽儿？算70分。二阶疯兔一对，活体40分。往年的试炼，弟子们带出来的都是妖兽的耳朵尾巴，就算是顶尖了。我这种拖家带口往了办办，这哪里是试炼，简直是搬家。总分1280。接下来各封选徒。此女无灵根，连剑都拿不稳，不要。御兽峰只收有灵石天赋的弟子，不要。都不惯犯啊？那这第一名有啥用？能不能折现，或者给块地也行啊？既然各峰都无意接手，蒋诺，你就去那里吧。杂役峰。老天，那里听说地底下全是煞气，弟子进去待个把月就会折寿。而且那风主也是个怪胎，听说是个整天醉死的疯婆子，发起疯来连长老都打。这味儿，张昭那个山头全是俺的呀。对对对，整个杂役峰除了峰主居住的院落，其他地方随你处置。无论是种地还是干别的，没人管你。走，俺去。大黄、小红，走了，咱们有新家了。去，给杂役峰那边稍微透个气。师兄放心，那位峰主最恨有人在他地盘上撒野。这村姑进了杂役峰，光是那满身的社气和那位疯子，就够他喝一壶的。大黄，你觉不觉得这地方有点像咱村后面那个乱葬岗？也是，村长爷爷说了，外面的世界都很确定养不起那么多鬼。
到了，只要锄头回得好，没有黄鳝变不了包。城里的野猪身体素质这么差，少吃点零食，待会儿还要吃饭。有人吗？滚！师傅，这就是恁的待客之道。虽说咱们封人少，咱也不能见面就养灰啊。你没感觉？感觉啥？这风挺凉快了，就是灰大了点儿。你是新来的杂役？是，弟子江诺，刚分过来嘞。早点滚吧，这地方不是人住的。俺要种地。我不收徒弟，也不养闲人。这封上没饭吃，没月钱，没饭吃。没钱就赚，没饭就种，房子破了就修。师傅，恁要是累了就歇着。俺看这院子地太硬，也不平整，走路容易绊脚。你想干什么？既然要住人，那就得先大扫除。这地太脏了，俺给他松土。这土有点紧啊！切！果然还得是这种老锄头顺手，这土得晒晒，太潮了。师傅，地扫干净了，就是这土质看起来有点缺肥，回头俺弄点肥料养养。对了，师傅，恁刚才说啥来着？要俺滚？既然地都翻了，那就别滚了。把地弄脏了还要我收拾？好嘞，师傅，恁放心，俺干活麻利，保准把这山头收拾得跟花瓜锅似的。那师傅，俺住哪儿？那间原来是关灵寿的，空了几百年了，你自己收拾。中通透，而且这地基打得深，稳当。旁边这棚子稍微修修，大黄和小红也能住。师傅，恁饿不饿？俺抓了不少野鸡野兔，晚上烤着吃。不吃，早就定蛊了，谁还吃那些五谷杂粮？既然留下了，有些规矩得跟你说清楚。师傅，恁说。第一，杂役峰是宗门弃地，没有资源配额。没工资？对。包吃住不？住随你挑，吃自己解决。第二，杂役峰没有护山大阵，半夜要是听到什么动静，或者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别指望我救你。没事儿，俺不怕鬼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没事儿别去外面惹事，要是被人打死了，我就直接把你埋在后山当肥料。师傅放心，俺可老实了，俺这人从来不惹事儿，别人不惹俺，俺肯定不动手。大黄，咱好像摊上个穷亲戚。师傅说没饭吃也没钱，咱要是想把这地种起来，得买种子，得买肥料，还得买些农具。明儿咱去赶个集，把这堆土特产卖了，应该能换几顿饱饭钱。算了，反正也是个没人要的傻子，又能翻起多大浪呢？走，大黄，咱进城买菜去。新鲜出炉的回气蛋，下品零食2块1瓶。祖传护身符，挡灾避祸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买菜了，自家种的野菜，刚抓的野味，便宜卖啦！小姑娘，你这卖的什么啊？看着跟杂草似的。大哥恁识货，这是正经的山野菜，生吃清脆，煮汤鲜美，大补。这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，凡俗之物吧？等等，这纹路，这气息。大爷，恁看来点，刚出土的，新鲜着呢。恁给个10成价，2块看那个粮食俺就买。快10，2块0食，你管这叫野菜？大爷，恁这也太不识时辰了，咋拿废石头糊弄人呢？
不买了，不买了。城里人真穷，连块像样的石头都拿不出来。算了，留着自己吃吧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房子是纸糊的吗？笑啥笑？看来只能自己动手了。正好筐里还有几根之前在林子里捡的烂木头，本来打算当柴烧的，现在拿来做个门框应该够硬。大黄，往后挪挪，别绷着你。这是……住手！别动那块木头，那是……哎，你是谁啊？碰瓷儿的？俺可没钱啊，这地也是恁自己摔的。师妹，你把这木头劈了？是啊，这烂木头太硬了，只能劈成板子补墙了。这锄头？哦，这是俺家传的，虽然看着破，但锄地挺好使的。师妹，且慢，这活太粗重了，放着我来，我是个木匠，让我来。你不用钱吧？不用，免费倒贴，只要剩下的这些废料归我就行。就要这些垃圾？对，就要这些。中，要是修得好，这一整根烂木头剩下的边角料都给恁。多谢师妹，师妹大义。唉，这房子要是修好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一顿正经饭。师妹，真的随便我怎么修？这是俺以前画的图纸，恁就照着这个大概模样弄。妙啊，太妙了！这本来是俺给家里那群不听话的小崽子们画的窝，必须要结实，通风要好。恁看能不能做？能做，必须能做。千机百炼，起！哇，全自动施工队啊！这木匠活做的够专业的呀！哎，那个门槛弄高点，省了以后下雨的导管，还有窗户，结实就行。师妹，您眼熟一下。看着倒是不漏风了。我去，这也太智能了吧！声控的呀！这是为了方便省货，这里面所有的家具都能变现。中啊，三师兄，手艺不错。没想到咱杂艺峰还有这等人才，就冲这把会自动接屁股的椅子，俺也得给恁个好评。师妹要是饿了，其实正好。这个点，大师兄应该在善堂备菜了。大师兄？大师兄陆文慈，他是咱们峰唯一的初修，虽然脾气有点怪，但他做的饭真的很好吃。初修？免费不？杂艺峰弟子，关保。走，大黄，带恁去吃大户。第一次见面也不能空手去，正好带点土特产过去加个菜。唉，肉质松散，毫无弹性，里面的灵气驳杂的像阴沟水，这种垃圾也配进我的锅？哎，大黄，你弄啥嘞？哪来的野狗，竟敢吞我的火！师兄，别出走，这是家养的，不是野狗，别杀狗啊！师兄，俺陪你还不中吗？俺是新来的江诺，这是家里带来的土特产。那可是四级灵火！体内因为吻火种丢失而躁动的灵力瞬间平复，卡了3年的修为凭借也松动了一丝。这是……要是嫌少的话，俺筐里还有。这野菜味道有点苦，恁要是不嫌弃，俺全给恁留下，就当是这死狗的卖命钱了，中不？你管这叫野菜？野菜？是啊，山里到处都是。对了，不够的话，筐里还有几根萝卜。够，太够了。这种等级的灵材，必须用9转还灵切法，保留每一丝药性。那个师兄，大黄好像有点消化不良。啊！火有了，起锅！做个饭还要放烟花？成了，尝尝。淡了。什么？这野菜本来就寡淡，要是切点腊肉进去爆炒，味道能好不少。你不懂，
这是对食材的亵渎。师兄恁也吃，别客气。糟了，这味道太冲，别把浪招来了，快吃，销毁证据。行了，师兄恁身子骨也太虚了，看个做饭都能晕过去。俺看恁晕了，那块赤龙猪肉又切了一半，放在案板上，怪浪费了，俺就顺手给炖了。你怎么做的？就加水扔肉，俺看那肉有点腥，又从筐里抓了一把干辣椒扔进去。熟了。二师姐，那上来锅！败家，太败家了！赤脏猪肉用紫鸡天火余温慢炖，这一口汤的灵力浓度，市价至少50下品灵石。50灵石一口？不行，不能浪费，给我盛一碗，快，吃进肚子里就是赚的。都别抢，都有，排好队，碗拿来。家家的速度比谁都快，眼瞅真的像挑战一样高了。给你个猪蹄，凉点了再吃。手法太粗糙了，调味过重，你再来一块。肉有点老，下次记得多炖2刻钟。师傅，那行了？没行，梦游呢。既然入了我杂役风，也就是自家人了，见面礼总得给一个。收着吧，师傅很少送人东西。这瓶子虽破，但用来装水不漏，能装很多水。无量天尊虽然是个残次品，但要是拿去拍卖行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小师妹说好，千万别卖。行了，吃饱喝足，都散了吧。大黄，这地方虽然破点儿，但人还怪好的。既然吃了人家的饭，就得干活。那么多人要吃饭，光靠打猎可不行。明儿开始种地。大黄，去那边趴着，别崩一身泥。不好，那是后山的煞气眼！小师妹，快住手！那是地煞，碰到会死人的。而且这地皮经不起你这么砸呀！师兄恁行了，这地确实有点板结，硬得很。俺不砸碎一点，种子根本下不去。这不是板结，这是息壤，不对，那已经有了息壤的神性。这是活土，这土虽然还需要再沤一沤肥，但勉强能用了。恁别当着，俺还有一大片没翻呢。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干？要是累坏了怎么办？小师妹，这地你打算种什么？哦，俺也没啥好种子，这是俺在老家路边收集的一些野菜种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，反正混着种吧。小师妹，要不咱们还是规划一下间距？不用那么麻烦，长出来了谁抢谁就活着呗。看好地，要是被鸟啄了，今晚没饭吃。这山里的湿气也太重了，过2天北乳都得发霉长蘑菇。回头得让四师兄买点食石灰回来撒撒除除湿。这种阴雨天最容易生虫子，赶紧去地里看看，要是菜叶子被虫出了，今晚就不给你煮米糠了。坏了，今儿湿大了。俺就说这地太肥，不该浇那么多水，长这么快，口感肯定老，全是纤维，猪都不一定爱吃。俺就说有虫子吧，小红捉准点，别把菜叶子弄坏了。这虫子看着花里胡哨嘞，肯定有毒，以后别乱吃这种颜色鲜艳嘞，小心拉肚子。长得真磕碜，虽然有点畸形，但水分看着挺足。算了，凑合吃喝吃吧，回头切片炖个排骨汤给大师兄补补。这野草长得也太快了，把菜都挤没了，罢了。这萝卜味儿也太冲了，不行，这味儿要是飘到前山去，又要被那些讲究的师兄师姐嫌弃。你闻到了吗？好香，我感觉我的瓶颈松动了。
那里是那个全是废物和怪胎的杂役风。这股气息，这是异宝出世，这是万年灵芝刚出土才有的先天宝器，而且不止一株，是一窝。暴殄天物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大黄，好打一只耗子，敢偷俺的菜！怎么可能？跑这么快？现在的海虫还会阴神，还自带发光甲壳，差点就踩坏庄稼了。大黄，以后警醒着点儿，这种会发光的硬壳耗子最难抓了，下次别睡那么死。看着有点像丹顶阁的长老服饰。别瞎说，丹顶阁长老怎么会被人像扔石头一样扔出来？你说什么？严海峰那个老东西被扔出来了？是，千真万确，到现在还在昏迷，据说连本命法宝都碎了。严海峰可是金丹初期，看来那个江诺果然有问题。师兄，我们要不要暂避锋芒？避？为什么要避？严海峰那是蠢，竟然敢一个人偷偷摸摸进去，肯定是被阴了。既然有凶兽传闻，那正好，传令下去。明天一早，我要带人去杂役峰拜访一下这位新邻居，顺便帮宗门除个害。师兄，这都喊了半天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怕了呗！杂役峰的人若是还没死绝，就滚出来一个喘气的。这楚萧今天是动真格的，连赤焰狐都骑出来了。那江诺也是倒霉，这下不死也得脱层皮。这么多人，都说是来赶集的吗？来的正好，俺这一筐刚挖的大萝卜，正愁没地方卖呢。俺这萝卜水分足，牲口最爱吃了。江诺，少给我装疯卖傻！我是来查案的。查案？查啥案？有人偷菜？偷你大爷！有人举报你私藏凶兽，意图谋害宗门长辈，把你藏的那头凶兽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讲同门情面。凶兽？俺家没养凶兽啊，俺就养了一条狗，还有一只鸡鸠在山上生蛋。那么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就是你的灵宠？它叫大黄，很乖嘞，从来不咬人。恁们别吓着它。吓着它？既然你不肯交出凶兽，那就别怪我自己动手找了。赤焰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这毛嘴真臭，几天没刷牙了。大黄别怕，姐姐在呢，她不敢咬你。真是感人至深的主仆情深啊！江诺，既然你要护着这只小狗狗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赤焰，让那只小狗狗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兽中之王。赤焰，你怎么了？给我喷火啊！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回去扣你口粮。大黄别怕，它好像哑火了，你看，这就是纸老虎，光会冒烟不会喷火。师兄，你看赤焰，赤焰怎么了？今天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赤焰，你疯了吗？俺就说它是纸老虎吧，看着块头挺大，叫一声都能把自己吓趴下。都给我上！恁们是不是没给他们吃饭啊？咋一个个都饿晕了？畜生，给我起来！别打了，有没有点公德心啊？再说了，你把地弄这么脏，俺师兄还得洗地。很好，江怒、杂役风，我记住了。哎，你们毛不要了，不要俺就拿去腌肉了啊！这帮人真没素质，随地大小便。滚开，废物！一定是用了什么禁药或者法宝，难怪那个废物敢接斗兽的茬。吓死俺了！俺的衣裳，这可是俺最好的衣裳。上次村口王大娘给俺缝的时候，还特意加了3层线呢。这才穿了几天啊！那个信出来，下次别让俺看见你，赔俺衣裳钱。去，越添越脏。
二师姐，师姐，恁瞧啊，恁也出来散步。站好。好了。啊，二师姐，恁这手艺绝了，能不能教教俺？以后俺要是再把衣裳弄破了，就不用花钱找人补了。不是什么好布料，随便弄了2下。哎，师姐等等，师姐，俺也没啥好谢恁的，这是俺刚在后山挖的，特别新鲜，那跟煮水喝可甜了，还能败火。这菜不错，走了。二师姐真是个好人啊，就是话少了点，人看着冷了点，其实心肠热乎着呢。走走走，回家。今儿大师兄好像要做红烧肉，咱得快点，不然都被3师兄那个木头人抢光了。那个该死的村姑！什么天生神力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有一只土狗能吓住赤焰虎。楚师兄看来很困扰啊。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里可是月寿门重地，只要我想，这世上没几个地方进不来。楚师兄，你不想报仇吗？你有办法？狂暴引兽粉，只要撒一点点，就能让方圆百里的妖兽陷入疯狂，不顾一切地冲向气味源头。你想引发兽潮，这可是死罪。你把它弄到杂役峰上，所有人只会看到是杂役峰引来的兽潮。多少钱？不要钱，只要楚师兄事成之后，把那只土狗留给我就行。我对那只狗很有胃口。面对成千上万只发狂的妖兽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叫得出来。明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7、8、9，加上地里那批快熟的野菜，要是能招个识货的买家，下个月大黄和小红的伙食费就有着落了。咋了，傻狗？看啥呢？那边黑漆漆的，难不成还有骨头飞过来？饿了？也是。今儿虽然吓唬了那帮坏人，但没咋动手，是不是没消化好？中了，明儿给他们加餐，俺去后山挖点那种红色的蚯蚓给他们吃。好大的腥味儿，要变甜了。这风有点邪乎，别把俺的菜苗给吹折了。长结实点啊，别怕风吹。恁们可是要卖大钱的，谁要是敢给吹坏了，俺就把谁填坑里当肥料。安静点，大晚上的别扰民，大师兄明儿还要早起备菜呢。这药粉这么猛吗？玩大了，这么恐怖的兽潮，别说那只土狗，就算是筑基期的修士也会被踩成肉泥。江诺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。3师弟不用数了，数量超过5000，而且空气里有一股很恶心的甜腥味，是黑市那种劣质的狂暴引兽粉。有人想平和杂役峰，起。大师兄呢？在磨刀，他说今晚的夜宵可能会比较多。小师妹，回去，是兽潮，快躲进地窖。恁些野味，自己送上门了。咱家的篱笆可挡不住恁些客，得赶紧把圈修修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撞上去！我要把你被踩成肉泥的画面传遍整个九州。死吧，村姑！师妹，急啥急？我看你还没开饭嘞。敢动我杂役峰的人，不管你是几阶畜生，都得给我变成肉片。别看，师兄恁轻点儿，这可是铁甲犀，皮要是砍烂了就不值钱了。小师妹，这是兽潮，它的皮很硬，不全力砍。不用砍，它已经停了。长得倒是挺结实，就是咋恁脏？看看恁把院子踩成啥样了，这地刚平整好。师兄，恁把刀收收，恁看把它下来，肉都要变酸了。这不可能！引兽粉失效了，还是这头犀牛本来就是个软蛋，后面还有几千头，我看你怎么让他们全都停下！哎呦，被急坏了！那头带花纹的猪，那是五花肉啊！别踩，踩烂了口感就不中了。大师兄，我们要动手吗？动个屁！再去拿几个大盆来，看样子
小师妹又要搞批发了。杀狗快跑！这大毛疯了！别怕，俺皮厚。啊，恁不是来咬人的？俺就说嘛，哪有动物不爱惜性命的？看把恁饿嘞，连火都喷不出来了，俺还以为恁要吃俺家狗呢。那是赤焰狮王啊！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学猫叫。这不可能，这狗也有问题。我就不信了，一只狮子你能忽悠，这一山坡的兽潮，我看你怎么忽悠！中了中了，都别急，既然来了都是客，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。大师兄，别傻站着了，去帮俺拿那个最大的木盆来。木盆？师妹，这可是兽潮，几千头妖兽，你打算给他们洗澡？洗啥澡？恁大工程累死谁呀？当然是开饭嘞。恁看他们饿嘞，眼睛都溜了。盆嘞，麻利点儿。这草老得很，得切碎点。这就中了嘛，吃饭得讲规矩。慢点吃，别抢。那个长脚嘞，说你嘞，别挤人家兔子的地儿。大黄，瞅着点儿，谁不守规矩就他拖出去。二师姐，我的机关还要开吗？省省吧，看来小师妹不仅能补衣服，还能补脑子。唉，中了，吃饱喝足，该干活了。吃了俺家的饭，就是俺家的劳动力。看见那片荒地了吗？谁把地翻了？黑喽加餐。大师兄，别抽了，回去烧水吧，俺想喝口热嘞。这不可能，那可是狂暴野兽粉，为什么他们不杀人？为什么他们在吃草？疯了，这个世界疯了！我去，真的是喂饭啊！杂役峰那个新来的小师妹，难道是兽神转世？标题我都想好了，震惊！数千妖兽围攻杂役峰，竟是为了这一口饭！完了！御兽们那群家伙还得天天给灵兽奏乐、喂丹药，结果人家一盆剩饭就搞定了。杂役峰同样10块下品灵石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混账！这群人都是瞎子吗？那是妖女！很好，既然他说那是他家的劳动力，那我就成全他。联系戒具堂沈副堂主，举报杂役峰江念私通妖族，囤积兽兵，意图谋反。动作麻利点儿，那边的风浪，别偷懒。太棒了，以前机关动力不足，现在全是免费的生物引擎。中，看来只要管饭，妖兽比人听话多了。江诺，你饲养妖兽成群，囤积兵力，意欲何为？现在立刻束手就擒，随我去戒律堂受审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俺就是搞农业生产，咋就没饭了？还敢狡辩！凡宗门弟子私人饲养灵兽，不得超过3只，且必须在御兽门备案，领取灵兽意识证。违者视同私蓄兵力，按律当诛。你这数量，只要给他们配上甲胄，足够屠一座凡人城池了。这俺有啊，进城的时候俺就办了，花了80文嘞。你在戏弄本座，拿这种凡俗废纸来糊弄戒律堂。况且，就算这2张算数，你这起码有3000头，剩下的2998张证呢？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义工，不属于俺的私有财产，为啥要俺办证？那就是违规圈养，每头罚款100下品灵石，并没收所有非法所得。沈堂主，这账不能这么算。首先，这些妖兽是他们自己跑进来的，属于不可抗力，我们也深受其害，庄稼都被踩坏了。其次，他们在这里吃饭，那是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。你们戒律堂不给颁发感动逍遥州奖状就算了，还要罚款？他们另行禁忌，分工明确，若是没有妖术控制，怎么可能如此听话？不信你问他们有没有发工资。不用狡辩了，
究竟是不可抗力，还是妖法邪术，一验便知。昊天镜分身，若它是清白的，镜面自会成镜；若他用了妖术，镜光之下当场格杀，神魂俱灭。江诺，抬头。这玩意儿照一下，应该不收费吧？放心，不收钱。但这光照下去，是要收命。别慌，若镜光变色，老二切断左侧执法弟子的气机，老四开阵门，我负责那个姓沈的脖子。这就是修仙界的 X 光，不用脱衣裳吧？怪暖和嘞。俺要不要转个圈儿？背面用不用也照一下？